2025年刚开始，娱乐圈就有那么几位所谓的实力派，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堪称辣眼睛的表演。这几位演技着实不咋地，却硬被包装成实力派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翻车只是迟早的事儿。今天，小编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开年就露馅的6位实力派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只细细粒，新朋友请记得点击订阅哦。白百合和张颂文带着新剧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与观众见面，本以为这部剧能让他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，可没想到却遭到了各种吐槽。先说白百合，她之前在电影和电视剧里都有不少拿得出手的作品，观众一直觉得她演技不错，是个实力派。但这次在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里，她却全程板着脸，就像面瘫一样。虽说她在剧中演的是冷面杀手，可即便需要伪装，也不至于这么面无表情吧。她和张颂文演夫妻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一对儿。说台词的时候语调平淡，脸上也没啥表情变化。按道理，冷面杀手解决人时应该冷酷飒爽，让观众看得过瘾。可他只是动作上有点那么回事，表情却依旧没有起伏，一点都不潇洒。其实在我看来，他的演技一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只是之前没被这么明显的暴露出来。这次这部剧算是把他演技的短板给揭开了。再讲讲张颂文，张颂文的演技不能说差，只能说古装剧不太适合他。自从他演了《狂飙》里的高启强，观众对他的演技那是赞不绝口，都觉得他演技封神了。但在去年播出的《列兵》里，还是能看到高启强的影子，这对演员来说可是大忌。当时和他搭档的姚安娜演技也备受争议，粉丝们都把锅甩给姚安娜，觉得是她拉低了整部剧的水平。但实际上，张颂文在那部剧里的演技也没多出色。2025年，他又出演了古装悬疑剧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，表面上看演技稳定，但仔细一琢磨，问题可不少。古装剧很注重仪态，可他在剧里状态太松弛了，完全没有古人那种气质。他的原声台词也太随意，和白百合走在一起摇摇晃晃，还是高启强那种混混的感觉，做也没个做相，有时候看着还有点猥琐。只能说古装剧真不是他的菜。王鹤棣应该算是2025年打脸来的最快的男演员了。大奉打更人还没播出的时候就火了起来，他当时豪言壮志，说只有他能演好许七安这个角色。可剧一播，直接被观众疯狂吐槽。这部剧本来想对标《庆余年》里张若昀的表演，结果却差得远，甚至和赘婿比都逊色不少。且不说剧情和服化道怎么样，就男主那一口塑料普通话，就已经让很多观众想弃剧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王鹤棣在《苍兰诀》里演技还挺在线的，怎么到了这里就不行了呢？其实在《苍兰诀》里，配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让他饰演的角色霸气十足，再加上他演技也说得过去，所以才出圈了。但一部剧可不能代表他演技就真的很好。去年的《以爱为营》就被观众批评得很惨，这次王鹤棣本想用大奉打更人重新赢得观众的喜爱，没想到又惨遭打脸。他演的许七安用力过猛，强行搞笑，一张嘴说话脸都跟着变形，台词也说得不清晰，念诗的时候毫无感情，跟张若昀演的范闲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，敢说只有他能演许七安。张彬彬的演技，我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在《司藤》里和景甜的合作，那时候他演技自然流畅，还挺有实力派的样子。当时我还纳闷，这么有演技的演员怎么就不火呢？结果这2年他的发展让我明白了，他不火是有原因的。前2年他和虞书欣合作的剧里，他全程面瘫脸，和虞书欣活泼的表演形成了强烈反差。今年和孙珍妮合作的《千朵桃花一世开》，还是老样子，一脸苦大仇深，演技一点都不灵动，而且他看起来很疲惫，和女主站在一起特别不搭。面对女主的各种举动，他脸上没表情，眼里也没有该有的惊讶、诧异或者惊艳。也许只有和景甜这样的大美女合作，才能激发他的表演热情，因为可能不用演，真情流露就行。怪不得他合作了那么多优秀女演员，自己却一直不温不火。而那些合作过的女演员，现在在娱乐圈都混得风生水起。白鹿这几年热度挺高的，粉丝们也一直夸她是实力派。2024年，她还拿到了国家3级演员的称号，按道理演技应该不错。但这2年看她的剧，我感觉她可塑性不强，遇到合适的角色和妆造，她就能超常发挥。比如在《周生如故》里，
她演的崔十一就很贴合角色，这里面外貌帮了不少忙。从外貌上看，她下庭走势向下，特别适合演悲情或者命运坎坷的角色。在这类角色里，只要她演技稳定，就能有不错的效果。从性格上来说，看她参加综艺，感觉她大大咧咧，性格直爽，所以诠释霸气或者不矫情的角色时也比较出彩，像《烈火军校》和《招摇》就是例子。但这几年她总是演古灵精怪或者大女主类型的角色，就没那么出彩了。这次在《白月繁星》里更是如此，她30多岁的人去演10多岁的少女，强行装嫩，脸上的疲态特别容易让观众出戏。还有她的原声台词，倒不是说不好，而是她在综艺里搞笑女的声音太深入人心了，一听到她说话就容易让人跳戏。在这部剧里，她演技也不像以前那么出色，总是端着，像男主求婚时脸上都没啥情绪，太平淡了。可见她的演技真没有粉丝们吹嘘的那么厉害。杨紫无疑是这几年被营销成演技最厉害的女明星之一，她的演技确实有亮点，尤其是哭戏，感染力很强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但粉丝们真的把她捧得太高了。就拿她的新剧《国色芳华》来说，还没播出，各种营销号就把这部剧夸上了天，各种夸张宣传，把观众的期待值拉得老高。特别是这次她和李现2次合作，从阵容上看，感觉应该是一部爆款剧。可剧集刚开播，我看完就忍不住感叹，粉丝对杨紫的过度追捧，其实是在捧杀她。在剧中，杨紫的演技中规中矩，没有任何突破，感觉陷入了一种表演套路，缺乏新意和深度。观众本来期待很高，结果看到这样的表演，心理落差很大，自然就失望了。杨紫的演技虽然稳定，但在粉丝的过度吹捧下，观众想要看到的是她演技有质的飞跃，而不只是熟悉的表演风格。这也给演员提了个醒，演技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空间，过度营销和捧杀反而会成为负担。演员还是得脚踏实地，不断挑战新角色，探索新的表演方式，才能真正满足观众的期待，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。在《国色芳华》里，她面对婆家和夫君唯唯诺诺，中规中矩，可面对蒋长青时又突然变得机灵，完全没有大女主该有的稳重。落魄的时候还能看到《长相思》里文小六的影子。求求营销号别再一味的吹嘘杨紫的演技了，除了哭戏，她真的没什么大的突破，而且她的剧也越来越不耐看。很多人拿她和赵丽颖的作品对比来衬托她演技好，但看看赵丽颖在《知否》里的眼神，那里面的含义丰富得很，能让人脑补出一场大戏。再看杨紫在《国色芳华》里的转身，我们只能看到她的脚下动作，甚至还有点轻浮，和她自己以往塑造的经典角色相比，都差了一大截。不能说杨紫这几年不努力，只是粉丝们太热情，把她捧得太高，导致观众对她期望过高了。演员演技好不好，可不是靠别人吹出来的，真正厉害的演技，得演员全身心地钻进角色里，深刻体会角色的各种情感，再通过表演，把这些复杂的情感细腻地展现出来。这可不是1天2天就能做到的事儿，得花时间慢慢沉淀，积累足够的经验才行。演员们得时刻保持清醒，清楚自己该干啥。要想让观众服气，就得靠实打实的演技，而不是指望那些虚头巴脑的吹捧。要是一味沉浸在粉丝的夸赞里，忽略了提升自己的演技，那被捧得越高，最后摔的就会越惨。娱乐圈太复杂，诱惑也多，演员们更要坚守初心，别被外界干扰，得不停地打磨演技，用优秀的作品证明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演艺这条路上稳稳当当地走下去，也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尊重和认可。说到底，演技才是演员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其他东西都是浮云，过眼就没了。2024年度10佳好剧，爆款你追了几部？繁花、人生如歌、相濡以沫、不如相忘于江湖，大结局意犹未尽，整部剧好有质感。喜欢李李的风韵犹存，遇事果断，讨厌她看什么都是价码，当然也正是通透才赢妈了。喜欢汪小姐的为人正直，讨厌她最后还要还车，虽然都不知道车应该还给谁。喜欢讨债鬼玲子，虽然风风火火嘴上从不放过，但心地柔软知道感恩。在日本的滴水之恩，宝总也当涌泉相报了。我想宝总一直单身，真的在等他吗？他离婚回来和他相见，是平衡自己的抉择，没有做错，宁愿坐在宝马里哭，不坐自行车上笑，
因为珍珠耳环，那些身边的人陆续离开，真的难受，看得见得不到的滋味不好受。他有情没心，我的人生里缺一个爷叔。赢就漂亮的赢，腔调很重要。像没那些绊脚石，只会害人又害己。什么人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，见过世面的老板一看就知道了。抢破头也没用，内修很有必要。我知道我爱你。果然谈恋爱还得是看成年人之间的这种直球式爱情。第1集好自然真实，配乐超级好评。第5集弹幕全是快越界吧，求求姐！噗，一出屏幕的暧昧太香了。婚纱店捉迷藏外加现男友横插一脚的刺激，她看着他和她的现男友说我们分手吧，他的表情，他的一举一动超上头。庆余年2，从未觉得张若昀这么帅，当然还得有4个爹加1个五竹叔的全力衬托。太喜欢陈道明的庆帝和吴刚的陈萍萍，五竹太帅了。太子和二皇子很出彩，这好多配角都很出彩。编剧第2季缩水严重，第1季还不错，至少没缩水。希望第3季不要缩水了，后面超精彩。为此把原著看完了。玫瑰的故事，谁能不喜欢张扬而又实在美丽的玫瑰？刘亦菲撑起了这个人物，形象而立体。女性出生学识再好，总逃不出这么几款男人。一上来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开眼了，得不到就幻想泼脏水。庄国栋是真自私啊，事业那么香，谈什么恋爱？功成名就需要女性承托才香。方协文只能说这种款一抓一大把，回避型人格，算计、抠门，利益最大化。小农出生内心是皇帝，从不活在当下，眼里只有对方的前任。你哪是喜欢玫瑰，你是喜欢庄园栋，你俩该在法国定居。最后2款都是幻境里的人物，均衡前面的现实骨感。最后小鲜肉留给观众仍是爱情是美好的，无时无刻不在羡慕玫瑰家有顶级饲养员，是因为有他们兜底给能量，才有兄妹俩溢出的热情和勇敢来爱别人的能力。凡人哥被卷卷洗脑上头，离职那段太帅了，这才是高材生应有的脑子呀，有规划，有智商，合法维护自身利益。没想到他从少爷和我的喜人节目跳出来，进军影视业如此优秀。3对夫妻，3种不同的人生，性格果然决定命运。做生意不能一味讲人情，要把好底线。只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区，都会慌张无措。再找下个舒适区需要很大勇气和鼓励。半熟男女，不止女的想攀高富帅，男的也想攀富婆。上进不分男女，无所畏惧的时候可以谈7年。真想抓住点什么长相厮守，又哪都不对劲。是女方出轨的问题吗？并不是，是双方重点都不在相处和过日子上，长期的分居和各干各的，在一起只有快乐短暂美好。看似这段恋情很 OK， 实际风一吹就破。凤凰男知道前女友有能力，为啥还丢掉去泡富2代小女生？他们都是同类人，不付出只索取，靠自己不信任别人。男的觉得掌控不了强者，那便换个容易的掌控，毅然离职去追富2代小女生，敢想敢干，不浪费一点青春，佩服。大千世界的人性，这部剧讲的比较集中，这比看再见爱人还刺激。小巷人家，全剧林动辄一家和玲姐扛大梁。图男小时候能有多帅多稳重多坚定多学霸，长大后就有多窝囊多犹豫多呆板多愚昧。书都是从狗屁里读进去的，真的好喜欢林动辄，有情商有智慧，行动力满分，该搞的一样都不落下。不也混过来了？林公宠妻狂魔，家庭好幸福，2家人这样互帮互助真的太幸福了。现在很难有这样的关系了。大结局有点烂尾，正儿八经拍扎实能有50集。眼泪女王